通常来说，如果医生告诉你要开头颅做手术了，这是不是预示着你的疾病已经不同寻常了呢？不然也不会有人会想或者要求医生随便开个头颅吧。然而这只是咱们普通人的思维，能够主动想给自己头打个洞的人，那也注定不平凡。没错，在上世纪的英国就有个古怪的贵族，为了让自己的大脑吸收更多的氧气，变得更加聪明更有活力，于是亲自操刀给自己的颅骨钻了一个洞。这简直是作死的节奏，贵族的世界难道都玩得这么的疯狂的吗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郑，今天我们来讲历史上的头颅钻孔术。视频中的这个女人先是剃掉了发际线，戴上了浴帽，包住了剩余的头发，工具整齐地排列在桌子上，然后她戴着墨镜，又用医用胶带包住了上半张脸。全程这个女人丝毫都没有慌乱，非常专注。紧接着重头戏来了，她先是给自己注射了局部麻醉剂，然后将牙医的钻头放在了她的额头上，脚底踩下了操作她的踏板，开始将磨牙齿的钻头推入额头。眼看着她的伤口流血不止，染红了洁白的裙子，而这个女人却异常的冷静，她耐心地擦掉自己脸上的鲜血。这位狠人的名字就叫做阿曼达·费尔丁，当时她只有27岁。为了这次钻孔手术，她做了很充分的准备。当钻到硬脑膜的时候，阿曼达知道自己成功了，即使鲜血喷涌而出，她依然很高兴。事后，阿曼达换上了一件五颜六色的长衫，头部裹着一条亮色的围巾，掩盖住了绷带。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。阿曼达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，肩膀上面还站着他的宠物，一只名叫 Bird 的鸽子。他声称自己与这只鸽子有着深刻的心灵感应。其实光看着照片的话，谁能想到这个女人刚给自己的头钻了一个孔呢？根据阿曼达的解释，他认为人类的头骨在婴儿时期就开始变硬，流向大脑的血液会随之减少，所以他觉得这就是人类将面临神经退化的原因。只要给头部钻孔，就能完美的应对这个问题。很快，这件事情引起了轩然大波，阿曼达也被贴上了古怪贵族的标签。绷带，宣传自己额头上的洞。后来他还去了一家医院拍 X 光来证明自己确实做过钻孔手术。医生们都怀疑他是精神分裂症，纷纷要带着巴特去检查心理健康。然而巴特成功的通过了测试，结果显示一切正常，医生们也就不了了之了。然而在当时的环境当中，为了避免残忍血腥的脑部外科手术，各大医院纷纷提倡精神药物来替代残酷的手术。但是阿曼达还没有试过钻孔术，因此坚信不疑。他觉得头上被钻个孔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变化，因为这样做会减轻头骨的压力。
心脏就会向大脑输送更多的血液，从而给他一种新的活力。阿曼达还认为，大多数人的头骨就像被关在僵化骨骼的牢笼里，钻孔术完全可以改变这一切。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，阿曼达曾经花了4年时间试图说服外科医生给他的头骨钻孔，但没有人肯接这个活，所以阿曼达萌生了给自己钻孔的念头。不过他也有一丝担忧，因为对于一个外行人来说，这一行为实在是太危险了。在1970年的时候，阿曼达终于对自己下手了。当被问到这一独特的体验，他分享了自己的感受。钻孔后，自己整个人像被打了安慰剂，感觉到达了某种平静的状态，像是回归到了一个更自然的水平。其余的就无法用过多的言语来形容了。后来阿曼达把自己的经历制作成了短片，名为《大脑中的心跳》。据说在放在重头戏的部分，有好几名观众直接晕倒在了座位上面。长期以来，阿曼达一直都热衷于研究意识的作用，以造福个人和社会。他支持研究改变意识的不同方法，从冥想到使用精神活性物质，再到钻孔术，使他成为了钻孔术的主要宣传者。在1979年和1983年，阿曼达还2次竞选了英国议会议员，提出了国民健康服务中应该免费提供环钻术。在此过程当中，他的选票份额从49增加到了139。到了2000年，阿曼达觉得自己当年钻的那个洞已经闭合了，所以打算前往墨西哥再钻第2个洞。那为什么要去墨西哥呢？因为他找遍了附近所有的城市，和当年一样，没有一个外科医生敢帮助他完成这个手术。那么说到这里，我相信各位都对阿曼达的这波操作感到非常溜。开头还提到了他是一名贵族，那么他贵在什么地方呢？接下来就说一说他的身世。阿曼达出生于1943年，他从小就住在英格兰牛津郡的贝克利公园，这个地方就是当时贵族的居住地，而他的家就是一座拥有3座塔楼的豪宅，而且被3条护城河围绕着，可见家族昔日的地位了。然而阿曼达的家族并不是追逐名利、渴望权势的那一类，他们过着截然相反的生活。阿曼达的父亲喜欢在白天画画，晚上就在城堡周围做农活、干家务。母亲则是一位仁慈的天主教徒，她坚信每个人都有使命。这座私人的豪宅有着满墙的艺术品和精美家具，但由于他们并不是忙着赚钱的家族，所以阿曼达的父母甚至都付不起豪宅的暖气费。到了冬天，全家要一起挨冻，因此他们还打趣自己是贫穷贵族。虽然与世隔绝，但是在阿曼达的记忆里面，这个家庭充满了爱。阿曼达称自己神秘学的觉醒就起源于童年时期的贝克利公园，他没有玩具，也没有玩伴，只能自己跟自己玩，所以他经常会想象自己从螺旋楼梯上飞下来，脑袋里装满了奇思妙想。与此同时，阿曼达很崇拜自己的父亲，总喜欢跟着他一起阅读。因为父亲性格叛逆，从来不听权威的话，他喜欢跟着自己的想法走。在某种程度上，父亲是阿曼达的第一位导师，影响了他的思想。在16岁的那年，阿曼达就开始在修道院学习，对神秘主义充满了兴趣。但是修女们拒绝了他的要求，而是给了他有关艺术的书籍。阿曼达对此并不感冒，因此在父母的鼓励下，阿曼达在高中就辍学了。同时，他痴迷于佛教教父博迪摩尔，认为他能教导自己走进神秘主义。于是阿曼达二话没说，拿着25英镑就打算前往斯里兰卡与这位素未谋面的博迪会面。后来回到英国后的阿曼达开始跟随罗伯特·查尔斯·泽纳学习宗教和神秘主义，他还研究起了古典阿拉伯语，专注于学习意识、心理学、生理学以及后来的神经科学。在各种思维的碰撞之下，阿曼达成为了最叛逆的贵族之一，所以他坚信钻孔会带来神经生理学的变化，但这些变化是否有益，那就因人而异了。据报道，有的人钻孔后没有任何感觉，而有的人头痛的老毛病都好了，还有人则觉得身体轻飘飘的，这种感觉能够持续很久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钻孔对阿曼达本人来说肯定是有好处的，让他的大脑充满了活力，不然他也不会在30年后还想钻第2个孔了。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，钻孔术成为了一种潮流，就连音乐家约翰列侬也曾经想要过给自己钻个孔。不过大家不要误会，阿曼达还是不赞成自己做钻孔这个手术的，专业的事情最好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做。这种手术搞不好可能会导致感染和脑损伤。不过因为阿曼达的钻孔术经历，也确实对医学和科学界的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仔细想来，恐怕这种事情也只有他这种贵族会做了，毕竟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想出如此疯狂的点子。那么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大家对于钻孔术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你们喜欢我做的视频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。我是正正，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